第56章隐秘通道。没什么，克莱恩温和笑道。他看似没有一点察觉，可念头却在飞快转动，思考刚才那瞬息间的变化究竟代表着什么。之前那些内部看守者都是沿附近的阶梯前往楼上，可以初步判断他们就住在那里，与刚才出现变化的地点吻合。内部看守者们的状态不是太对，所以失控的概率大于正常的非凡者会突然的张扬出恶意和邪念。而这又被地底深处查尼斯门后的封印核心强行镇压或抚平了下去。如果真是这样，有两种可能：一是扎尼斯门后的封印核心可以感应到圣塞摩尔教堂内部所有的不正常变化，从而做出本能式的反应；二是内部看守者们在常年值守的过程里，不断被封印核心的力量侵蚀，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对方的一部分，或者承载了相应的特殊，一旦出现异变，立刻就会引来本体的干预。如果是前者，那意味着我弄晕内部看守者以顶替他的时候，容易被查尼斯门后的封印核心察觉，让他像刚才一样产生变化，使事情只是开了的头就遭遇失败。若是后者，进入查尼斯门时，我伪装的内部看守者必然会受到排斥，必须先弄清楚问题所在，才能有针对性的想出办法。到各个教会内部窃取封印物真是困难啊，难怪几乎没人愿意做。克莱恩思绪纷呈间，表面专注地听着埃莱克特拉主教讲述圣塞摩尔的经历和留下的书信，直至时间差不多才礼貌告辞。回到伯克伦德街160号，他刚将礼帽和手杖交给理查德森，就看见管家先生迎了过来。先生，您是否要在下周周末举行一场舞会或者晚宴，并邀请周围的邻居？瓦尔特未用建议的口吻，似乎只是在单纯的询问。不过克莱恩很清楚，既然管家先生提出了这件事情，那就表明到该做的时候了。他轻轻颔首道：周六晚上吧，舞会。要麻烦你和塔内亚提前做些准备了。家里的钱还足够吗？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克莱恩侧头望向了女管家。塔内亚严肃正经地点头道：足够了。您酒窖内的各种酒精饮料已经能应付好几场宴会。搬到伯克伦德街160号的时候，克莱恩有交给他1000磅现金做家用。目前看来，即使要补充美酒、茶叶和咖啡豆等物品，1个月也肯定用不完。金棒还是很坚挺的。克莱恩点了下头，微笑说道：第一次不要开太名贵的酒。鲁恩的习惯是含蓄，是先生。瓦尔特虽然很清楚该怎么弄一场舞会，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听着雇主吩咐。他顿了一下，转而说道：您需要做的只有2件事情，一是在我们辅助下拟定宾客名单，分别为每个人想一段寒暄的话语，要符合对方的身份和经历；二是再定制一套舞会正装。真麻烦啊，我和海柔尔打招呼的时候，是不是能来上一句这里的下水道比南大陆的广场还要干净？克莱恩一边感叹和腹诽，一边微微点头道：没有问题。夜深人静，红月高悬，雾霾稀薄了不少的贝克兰德呈现出一种静谧的美感。道恩唐泰斯的主卧室内，克莱恩不止一试，自己召唤出了自己。他今晚要进入下水道，确认特丽斯是否已经离去，并前往对方描述的那个岔路，探索下所谓的隐秘通道，看能有什么发现。克莱恩并不奢求得到额外的收获，只是担心这片下水道藏着的秘密是个隐患，有一天会被引爆，而这很容易牵连到住在附近的道恩唐泰斯，破坏他窃取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行动。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当鸵鸟，将脑袋埋入沙堆里，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尽早发现问题，趁它还未彻底爆发，该破坏破坏，该举报举报，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当然，也必须足够小心，不能让自身的探索行为成为导火索。克莱恩的灵体从烛火内钻出，借助阿兹克铜哨的提升，附身于面前的道恩唐泰斯肉体，操纵着他走至灵性之墙的边缘，坐到了安乐椅上。从外界看来，这就相当于大富翁看报纸看到睡着，忘了去床上。召唤出来的灵魂附身自己的肉体，与直接回归肉体，感觉确实不太一样，有明显的隔阂感。克莱恩对比了下体验，飘回书桌前，将祭台上大部分物品收拾妥当，只留下那根维持召唤的蜡烛，让它静静燃烧。做完这一切，克莱恩带着蠕动的饥饿，融入阿兹克铜哨、桑中左轮和塞尼奥尔金币，飞出主卧室，从半空离开伯克伦德街160号，钻入了下水道内。克莱恩刚置身于潮湿肮脏的环境里，立刻就释放出了怨魂塞尼奥尔，
操纵这个密偶与自身拉开距离，拐入特丽斯之前养伤的隐蔽岔路。这一次，他看见那片干净到不像下水道区域的地方已染上污迹，有老鼠出没。看来特丽斯真的走了。远远追在后面的克莱恩无声舒了口气。作为灵体，他无需呼吸，也不用踩着地面行走，所以并不在意下水道内的环境有多么恶劣。怨魂塞尼奥尔反身走出那片区域，继续往前进发，找到了第6个往左拐的岔路。克莱恩则始终与他保持着50米以上的距离，充分的扮演着幕后操纵的角色。那条岔路的尽头是片苔藓暗生、腐蚀明显的墙壁，一眼望去没有任何异常，若非特丽斯提过，克莱恩根本不会让密偶详细的摸索这里每一寸地方。几分钟后，穿暗红外套的塞尼奥尔突然支起身体，向前迈步，走入了那面墙壁内。穿透较厚的障碍，克莱恩眼前豁然开朗，借助密偶的视觉，看见了一个半天然半人工的洞窟。它高度不到1.8米，宽度3米的样子，地面摆放有用油布包裹的铁铲等器物，堆着大量的泥土和碎石，前方则有2个向斜下延伸的隐秘通道。左侧那个只有5-6米深，右侧近10米，但都未有任何事物存在，似乎还在挖掘中。这是海柔尔弄出来的。白天是个上流社会的高傲大小姐，晚上却成了下水道内的挖洞工人，并且还得一桶一桶转移泥土和碎石。她的徘徊是为了寻找准确的地点，而挖掘是后续的步骤。刚才那堵墙上应该是有暗门。克莱恩靠在岔路外面的隐蔽处，操纵塞尼奥尔仔细环顾了一圈，接着他让怨魂进入左侧的隐秘通道，一路走至泥石层叠密不透风的尽头。塞尼奥尔的身影逐渐淡化，不再有实质存在感，他以这种形态穿行于前方的泥土里，往着深处探索。可一直到接近100米极限，他都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事物，只看见了些普通的虫豸。克莱恩随即让密偶改变方向，于泥土大海里游了一圈，依旧未有收获。怨魂塞尼奥尔很快回到了刚才的洞穴，进入右侧的隐秘通道，不受障碍影响，还是没什么异常。特丽斯判断要特定途径或拥有特定物品才行，不是没有道理。他应该是靠欢愉魔女的无形丝线探索的。可惜啊，我的火种手套已经丢了，不知道我身上的灰雾气息行不行。他似乎很吸引偷盗者途径的非凡者。克莱恩无声自语了几句，想趁着现在是灵体形态，亲自探索疑似海柔尔挖出来的2条隐秘通道。不过他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因为他现在是密偶大师，非必须的情况下，真身上场是违背扮演守则的。不靠灰雾气息也没事，明天下午塔罗会的时候，求够一件偷盗者途径的神奇物品就行了，不用太贵，对应序列9、序列8的就行。兰尔乌斯那个徽章只是信号接收器，不属于这个途径的物品。在不了解隐秘通道深处藏着什么的情况下，贸然用自身的灵体去探索，说不定会引出什么高序列的怪物。谨慎和小心永远都是不过时的自我要求。克莱恩缓慢叹了口气，收回了怨魂塞尼奥尔。他并不担心海柔尔最近会继续前来找到对付上次那种状况的办法前，智商正常的人类都不会继续前来。先不提海柔尔有没有接触过非凡者圈子，就算有，想弄到太阳领域的物品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毕竟贝克兰德是风暴教会的地盘。我身上倒是有一件不常用的，呵呵，找机会卖给他，然后用来伤害我的密偶。克莱恩自我调侃了2句，笑着摇了摇头。他旋即结束召唤，直接返回了灰雾之上，消失于下水道内。周一上午，明媚的阳光穿透稀薄的云层，洒在了贝克兰德每个角落。埃姆林怀特将丝绸礼帽往下拉了拉，边离开马车，走向丰收教堂，边半闭着眼睛咕哝道：天气真差，贝克兰德最差的季节快要到了。他正要踏上台阶，忽然看见一个报童靠拢过来，递了份塔索克报道：先生，今早的报纸。埃姆林本待拒绝，却发现对方捏住报纸的手指处按着一张小纸条。埃姆林不动声色地拿出1便士铜币，递给对方，接过了那份塔索克报和那张纸条。进入丰收教堂前，他快速展开后者，浏览了一遍。你要找的人有线索了，请到勇敢者酒吧来第57章各自的周一。上午9点半，贝克兰德桥区域铁门街勇敢者酒吧。埃姆林怀特走下马车后，呆立在了原地，愣愣地望着前方，险些忘记躲避阳光的照射。此时
酒吧的正门牢牢关着，毫无开启的迹象。作为一名少有出来活动，只在夜里经过几次类似酒吧的血族，埃姆林完全没想过对方上午并不开门。一看完那张纸条，就兴冲冲的掉头离开丰收教堂，乘坐交通工具赶来这边，希望能第一时间拿到情报。为了节约时间，他甚至忍受了蒸汽地铁逼仄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这一刻，埃姆林有点愤怒，却又清楚的知道犯错的是自己，只能板着张脸孔，绕铁门街缓步转了一圈，表示没有白来。就在他准备靠近一辆停在街边的出租马车时，眼角余光忽然扫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对方戴着棕色圆顶帽子，身穿老旧的大衣，背着个很破的挎包，正是黑市军火和情报商人伊恩。嘿嘿，我的直觉还是很准嘛，我就知道他会这么早出现。埃姆林转怒为喜，双手插兜，悠然走了过去，挡在伊恩面前，轻笑了一声道：上午好。伊恩抬头瞄了眼面前的俊美男士，略感诧异的回应道：上午好，怀特先生，你应该傍晚才过来的，现在似乎也很合适。埃姆林心情不错的笑道：伊恩，为什么每次见你都穿着同样的衣物，做相似的打扮？伊恩不甚在意的说道：这能让我显得更成熟，并且很低调。当然，主要原因是我没钱。他后面那句话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补充道：我很期待你夏天也这样穿。埃姆林嗤笑了一声：那我会脱掉外套。伊恩一边说，一边从破旧挎包里取出了2张纸，那是埃姆林之前给他的悬赏令。有人在东区见过这位，他将其中一张纸递给了埃姆林，上面标注的是阿尔戈斯。见真的有原始月亮信徒的线索，埃姆林欣喜问道：他在哪里？伊恩没有回答，看着他笑而不语。埃姆林也有经验，立刻拿出钱包，点数了150磅给对方。这是你的酬劳。伊恩笑笑道：还差一半，还差一半。埃姆林差点想让眼前的黑市军火和情报商人知道血族的厉害，因为当初约定的是有效线索20磅，锁定位置150磅。不过他迅速品出了对方隐藏的意思，惊喜反问道：还找到了一位？是的。伊恩将手中剩下那张纸递了过去。我的朋友在观察阿尔戈斯，确定他的住所时，发现他与这位叫做加利斯凯文的先生有碰面，所以我们同时掌握了2个目标的居住点。很好。埃姆林掏空钱包，又凑了150磅给伊恩。他的心情异常愉悦，只觉始祖和愚者先生都在庇佑自己，因为这批目标只有5个，他已经狩猎了1个，现在又得到了另外2个的线索。只要成功，不管别的血族做得怎么样，他都可以宣告自己获得最终胜利了。伊恩认真点数并检查了下钞票，压低嗓音道：阿尔戈斯在东区汇岩街6号那栋公寓的3楼，公共盥洗室对面。加利斯凯文同样在东区，住于白金街19号1层靠楼梯那个房间。我会去确认你的情报，我相信你不会为了仅仅300磅放弃这里的生意。埃姆林轻轻点头，半警告半提醒的开口道，接着呵呵笑了一声：他们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找到？伊恩红眸微转，左右看了一眼道：第一，很多赏金猎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在东区有着广泛的线人。第二，那2位先生的伪装并不够好，身在东区却和周围的人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如果他们愿意换上破烂的衣物，每天做12个小时以上的艰苦劳动，那我相信他们在人员混乱的东区很难被发现。这样啊，隐藏自己得注意环境的不同。埃姆林无声自语了一句，觉得又学到了点技巧。他不打算现在就去东区，因为白天行动即使能得手，也很难不造成任何动静的撤离，这在贝克兰德是相当危险的行为。那意味着也许刚潜回家中就被带发者或职业者找上了门。埃姆林准备塔罗聚会之后，傍晚8点到9点过来，视情况决定什么时候动手。之前的那位原始月亮信徒实力还不错，这2位应该也不差。我虽然有把握，但只靠自己一个，总觉得还是不够稳妥。埃姆林边思索问题边挥手与伊恩作别，乘坐出租马车往大桥南区方向返回。东切斯特郡首府斯托恩城，奥黛丽立在栏杆后，看着男佣女仆们将自己从家族城堡带过来的物品分别摆到合适的地方，场面热闹却有序，一点也不混乱。等下派人去米歇尔副教授那里，告诉他我明天会去古物搜集与保护基金会参观，希望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些与非凡沾边的物品。奥黛丽思绪发散的想了一阵，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为当初自己捐资建立基金会的决定而骄傲。她美丽如同宝石的碧绿眼眸一转，看到了壁钟上的时间，忙收敛各种想法，
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卧室。卧室一角，金毛大狗苏茜正趴在地上，前腿交叉搁放，很有种优雅的韵味。他的面前摆放着一本摊开的书籍，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一行行单词。苏茜时不时抬起一条前腿，拨弄一下，让书籍翻页，看得很是认真。每次看到苏茜这个样子，我都有点羞愧。奥黛丽，你不能在学习上放松呀。奥黛丽自我激励了一句，缓步靠拢过去，准备让苏茜去门外守着。苏茜抬起脑袋，看了奥黛丽一眼，麻利的站了起来，道：我明白了。说完之后，她脚步轻快的小跑着出了卧室，没忘记关门。我什么都还没说啊！奥黛丽眨了眨眼睛，低声自语了一句。类似的吩咐，她已经做了很多次。为了不让苏茜察觉，她每周周一下午3点到3点半都会独自待在房间内，不让人和狗靠近。她刻意在别的时间段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假装有聚会，假装要独处，并保持规律混乱。不得不说，苏茜的存在有效的提高了我学习的动力、效率和处理事情的严密程度。我不能让自己不如一条狗。可是，比一条狗厉害好像也不是赞美的语句。奥黛丽自嘲的鼓了下腮帮子，坐至床边，等待塔罗聚会开始。下午3点，灰雾之上，一道道深红色的人影同时腾起于青铜长桌两侧，旋即固化为模糊的状态。下午好，愚者先生。正义奥黛丽语气轻快的起身行礼道，其余成员也相继问候，得到了斑驳长桌最上手那位存在的颔首回应。坐下的过程中，魔术师福尔斯忍不住望了眼最下方的世界先生，想着自己等会该怎么开口。除了将老师的回答转述给隐者女士，他还准备做几件事情。一是告诉世界先生，鉴于任务的难度，自己可以追加一笔报酬，但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房屋的出售总是不那么快。二是他经过反复的思考，想到了一个又能赚钱又能提升自己实力的好办法，那是从世界的行为得到的灵感。出租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当有成员需要类似的物品来短暂提升战斗力，以应对某些局面时，可以向他租赁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租金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现金，不会太贵，一部分以记录的非凡能力代替，也就是说，租赁者必须承诺归还魔法书时，上面会多几页书写好的篇章。当然，作为提供者，福尔斯会记录学徒的开门等有用能力于上面，让租赁者得到相应的帮助。这个交易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于，租赁者可能不再归还。但塔罗会内有愚者先生见证，福尔斯相信不会有人贪心犯蠢。而租赁者死亡，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丢失这种意外属于小概率事件，在大家都知道可以于危急时刻向愚者先生祈求帮助后，更是小概率之中的小概率。做生意怎么可能没有一点风险？等下得与世界先生沟通好，确定他想使用的时间段，免得出现冲突。福尔斯收回视线，听见隐者女士开口道：尊敬的愚者先生，这次有2页罗塞尔日记，自从联络上神秘女王，日记的获得就稳定的可怕啊。克莱恩微微点了下头，轻笑一声道：很好。短暂的静默后，隐者加德利亚具现出了2页黄褐色纸张，看着他们以灵界穿梭般的姿态跳跃至愚者先生的掌心。克莱恩随即慢悠悠的放低目光，看向手中的日记。12月29日，又快到新的一年了。所有的陵寝都已建好，开工没有回头见了第58章日记的尾声。陵寝都已建好，开工没有回头见。克莱恩望着手中的日记，脑海里思绪如沸，各种念头不断冒出又不断破碎。在他看来，罗塞尔大帝的这则日记近乎证明了他之前做的猜测。在晚年选择强行转到黑皇帝途径，试图以半封为代价成为序列灵的真神，究竟是什么驱使大帝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之前那则日记里的激荡、冲动和失态，又是因为发现了什么？而且和那时候相比，大帝这则日记的情绪看似平静内敛，却给人更加偏激的感觉。很难想象晚年时期的大帝遭遇和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人格都有出现异化的情况。天使本身蕴藏的那种疯狂，还是说锚定他理智的生灵信仰出了问题？正常不是应该怂一点稳一点，等着找机会吞掉隐匿贤者吗？克莱恩一瞬间想到了很多，却无从寻找证据。而这一页羊皮纸上只有那么短短2行文字，似乎在说明这就是罗塞尔大帝人生最后的那则日记。这一年的末尾，或者新一年的开始，
他疑似陨落在了白风宫。一代大帝，一位穿越者最后的文字。克莱恩暗叹一声，表面毫无异常的翻到了下面那张羊皮纸。这页日记上没有日期，但抬头却写了行古弗萨克语，紧连着刚才那张这行单词字迹秀丽端正，与罗塞尔大帝的手书有明显区别，一看就是他人额外添加的，应该是神秘女王做的注释，为了说明这才是日记的最后。是大帝在开宫没有回头见后写的，可为什么没有日期？克莱恩带着深深的疑惑，往下阅读起相应的内容，眸光随之凝固。我想，这个世界上穿越者应该不止我一个。如果还有人能看懂我的日记，一定要记住，谨慎的选择你的非凡途径。一旦确定了这点，也就意味着你的盟友和你的敌人也大致确定了。我没法提出具体的建议，因为我看不清七神，看不清那些邪神的真正面目。这也许与那个古老组织隐藏的第二块亵渎石板的部分内容有关。很可惜，我只是大概猜到有隐藏的部分，无法获得证实。同样的，我也不知道第一块亵渎石板书写着什么。一个有用的告诫是，不要选序列灵位置已经被占据的途径，并且小心相近途径的序列灵。序列一，我在这方面就吃了很大的亏。至于序列灵代表什么，如果你还不知道，记得搜集我其他日记。呵呵，这一页相当于我人生的后记，若是我成功，那之后就是神生，就是另一段故事。如果失败，那就没有之后，大概，你懂的。去吧，能看懂我日记的朋友，去探寻我们穿越的秘密和其中埋藏的真相吧。我会注视着你的，如果我还活着。最后提醒你一句，一定要记住，小心月亮。对于穿越者不止一个这件事情，克莱恩并不诧异，毕竟他早就知道罗塞尔大帝这位前辈存在。他疑惑的是，大帝又是从哪些事情、哪些细节发现穿越者不止一个？这一点很重要，对克莱恩找到回家之路有着其他问题不可比拟的意义。这就像有几个未知数的方程，如果例子不够，条件不够，无论怎么解，都是得不到确定答案的。只有式子足够，才有希望找出正确的解答。大帝应该有把这方面的发现记录在之前的日记里，可惜我没法知道是哪一部分，从而有针对性的索取和寻找。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转而思考起所谓后记的其他内容。黄昏隐士会出示的第二块亵渎石板有隐藏部分内容，是他们刻意隐瞒，还是本身就没有获得？第二块亵渎石板其实分成了2个部分，另外一半落到了别的势力手中。我的途径已经确定，这还是根据罗塞尔大帝日记内的感叹做的挑选。从大帝后记里那些话的意思来看，我可以放心一点，那就是占卜家途径没有序列灵，因为查拉图这个疯了的序列一还存在。根据非凡特性守恒定律，呵呵，这个细分的地方或许也能叫不相容定律，有序列一就没有序列灵。我需要小心的是扎拉图门先生、毒神者阿蒙和帕列斯索罗亚斯德，以及可能存在的这3条途径内的别的序列一。小心月亮是什么意思？小心原始月亮，那可以直说啊。等等，大帝似乎有过探索红月的想法，难道最后付诸了实践，在月亮上发现了什么，所以提醒别的穿越者小心月亮？月亮与穿越有关。大帝的语气表明，他似乎还有点后手，不一定会彻底陨落，有可能正注视着我。这件事情同样应该有线索在前面的某些日记里。一个个结论，一个个疑惑在克莱恩脑海飞快闪过，最终又相继沉淀了下来。他让手中的日记消失，侧头望向隐者加德利亚。你有什么想问的？隐者加德利亚推了推架于鼻梁的厚重眼镜，恭敬地低下脑袋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想知道罗塞尔大帝是否有可能还活着。这个问题一出，想着自己事情的塔罗会众位成员们同时回过神来，受到强烈刺激般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虽然罗塞尔大帝是否还活着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会带来显著的影响，但这样一个话题足以勾动人类心中潜藏的对流言、对传闻的渴求。我以为我晋升心理医生后会对类似事情免疫的。我真的很好奇啊。正义奥黛丽眸光明亮地看着愚者先生，等待他给出答案。所有成员里，只有太阳戴里克对这件事情不怎么感兴趣。他之所以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纯粹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了。果然，神秘女王的问题基本都针对当次提供的日记。克莱恩没有感觉为难，
熟练的轻笑一声道：“也许他用也许来回答，表明当初罗塞尔大帝有自救的希望。至于最后有没有成功，出没出意外，就不属于刚才问题的范畴，且未必有答案。也许愚者先生的意思是，罗塞尔大帝真有可能还活着。”隐者加德利亚等人就像听说了世界上最大的秘密，一时有点激动，又有点兴奋。不过，他们也品出了愚者先生话语里潜藏的味道，那就是碍于笔记内容的不足和本身刚苏醒没多久的状态，他无法确定罗塞尔大帝是否把握住了机会。这一切有待于将来通过更多的线索和证据获知。但不管怎么样，罗塞尔大帝对自身被刺杀那件事情应该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没给正义倒吊人他们思考这方面问题的时间，克莱恩向后靠住椅背，语气平淡的说道：“该你们了。”魔术师福尔斯忙将自己的思绪从幻想的罗塞尔晚年故事里拔了出来，望向青铜长桌最上首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请求和世界先生单独交流，很快就能结束和格尔曼斯帕罗交流什么 ？X 先生的事情不是结束了吗？”克莱恩一边疑惑的想着，一边轻轻颔首道：“可以接着。”他屏蔽了其他成员的感官，操纵世界低哑笑道：“还有什么事情？”福尔斯斟酌了2秒道：“是这样的 ，X 先生的脑袋让我得到了不菲的奖励，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支付的报酬不足以匹配任务的难度，所以想补偿您一笔现金。您希望拿到多少？不错啊，知道主动补偿我。魔术师小姐虽然有的时候会贪点小钱，但为人还是很实诚嘛。做交易赚点利润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算贪。”获得意外之喜的克莱恩由衷的赞叹了2句，让世界呵呵反问道：“你能支付多少？”魔术师福尔斯犹豫了一下道：“5000镑。”他将老师给的奖励折算为10000镑，打算分世界先生一半，而且由于配方、水晶球和非凡材料都是他需要的，所以准备卖掉那2栋房产，直接给现金。而福尔斯之所以这么大方，一方面是确实觉得任务比自己预计的难，给的报酬太少，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畏惧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不敢得罪这位疯狂冒险家，恐怖的赏金猎人。亚伯拉罕家族给的奖励不少啊，克莱恩操纵世界笑道：“如果你能用大量的金币代替，可以少支付一部分，具体看你能搜集到多少，我尽量。”福尔斯虽然很奇怪世界先生为什么这么看重金币，之前和隐者女士交易时也这样说，但还是没敢反问。他顿了下，转而问道：“世界先生，您什么时候需要使用莱曼诺的旅行笔记？我打算在此之前或之后把它租出去，赚些金钱和非凡能力租出去，把神奇物品租出去。”克莱恩听得都愣了一下，没想到魔术师小姐竟然有这样的商业头脑。第59章新模式。作为一个来自地球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克莱恩很快就想明白了魔术师小姐想做什么，准备怎么做，依靠的是什么。这不就是共享经济吗？有塔罗会和愚者存在，本身的技术限制不再是问题。魔术师小姐平时又懒又没存在感，想不到在这方面竟然有如此敏锐的直觉。也源于我提出了租借魔法书这个要求。不管怎么样，能迅速获得灵感，建立商业模式，都相当不错。克莱恩故意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斟酌了几秒道：“这周末和下一周都可能需要。”他是根据倒吊人先生从深渊漩涡返回罗斯德海域边缘的时间估算的，并给对方留出了初步平稳灵性和补充物品的空隙。到时候，他们将联手探索那座有许多超凡生物的原始岛屿。魔术师福尔斯闻言忙点头道：“好的，我会做好安排，不会耽误您使用。”他一边暗自松了口气，一边请求愚者先生见证之后的租赁协议，在得到可以的答案后，示意单独交流结束。接着他具现出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环顾一圈道：“各位，我这里有一件神奇物品，它共有38页，每一页都能帮助使用者记录他见过的非凡能力，并在需要的时候释放，不过比原本的要弱一些。每一页都能反复记录，记录一次只能使用1次。其中有3页可以用于半神级非凡能力，但记录成功的概率很低，10次未必能有1次。”福尔斯简单的讲解了莱曼诺旅行笔记的能力特点和负面影响，听得正义奥黛丽等人眼眸一点点发亮。早已不是神秘学和非凡领域出入者的他们不难听出魔术师小姐手里那本旅行笔记的价值，无需沟通，同时将它视作了半神器。这和牧羊人和蠕动的饥饿有点像，
都是能使用许多途径的不同非凡能力，但没那么大的负面作用，并且还有机会记录半神的能力，抽自己的血。正义奥黛丽想着想着，忽然有点害怕的缩了缩手。作为大贵族的女儿，她从小到大几乎没受过什么伤，所以对疼痛有着因为之而起的强烈恐惧。趁着福尔斯停止，她小幅度举了下手道：魔术师小姐，你想用它换取多少金钱？奥黛丽相信自己的父亲霍尔伯爵也能认识到这本莱曼诺旅行笔记的价值，不会不给自己报销，所以打算充分的满足福尔斯的要求。他最近应该很缺钱，否则不会出售这么重要这么实用的神奇物品。奥黛丽略显同情的在心里想到，考虑着要不要主动议价。该死，为什么不能等我从那座原始岛屿回来再出售？倒吊人阿尔杰对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可现在的他身上根本凑不出购买这件神奇物品的金钱或材料。1300镑对普通人来说是10年20年都未必能攒到的财富，可距离莱曼诺旅行笔记这种层次的物品还非常遥远。它至少值1万镑，如果遇上有大势力支持的非凡者，卖出3万镑以上的价格都不是问题。阿尔杰的目光扫过了询价的正义小姐和推了下眼镜即将加入竞购行列的赢者加德利亚，忍不住在内心叹了口气。不认为这次交易会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失败，等到本身从原始岛屿返回还未卖出。正义小姐有钱，赢者有神秘女王，有摩斯苦修会，钱和资源都不缺。哎，倒吊人阿尔杰稍微改变了下坐姿，目光沉稳的看着对面。月亮埃姆林和太阳戴里克对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同样感兴趣，但也仅限于兴趣，他们很清楚自己没那个能力做出相应的交换。听见正义小姐的问题，福尔斯才发现自己似乎忘记了提最关键的内容，连忙补充道：不是出售它，而是出租它。当你们需要的时候，可以短暂的租赁它一段时间，由愚者先生见证出租。还能这样？这一刻，除了愚者克莱恩和太阳戴里克，赢者加德利亚等人都明显愣了一下。他们毫无疑问知道什么是租赁交易，可没想过这能应用到神奇物品上，更没想过会出现于塔罗会。这似乎很有可行性啊，这对塔罗会每一位成员来说都相当有用，并且花费会很小，足以承担，而魔术师小姐积少成多，能攒下一笔可观的财富。不，最有用的是记录的那些非凡能力，她能借此搜集到不同途径不同类型的非凡能力，比自己一个人找机会记录有效率了不知道多少倍。倒吊人阿尔杰迅速就想清楚了这租赁交易里隐含的关键点，心中一喜，开口问道：怎么租赁？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对应序列6，正常是5000镑左右的价格，不过以它的特殊，至少值1万镑。魔术师福尔斯在塔罗会里也算是积累了不少经验，考虑了下道：每次租赁基本费用300镑，每多一天加50镑，而在归还时必须保证这本旅行笔记上的非凡能力比借出去时多2页，借出时只剩1页空白和没有空白的，补满整本笔记就行，多2页不是多2种，也就是说可以随意使用莱曼诺旅行笔记上的非凡能力，只是最后需要补上，无需同种类型，只考虑页数。每天50镑，一个月1500镑，如果可以，我能一直租下去。正义奥黛丽简单的计算了下花费。倒吊人阿尔杰听得一阵激动和兴奋，表面却不动声色的说道：我打算租2天，不过具体的价格还需要再商量一下，根据这本笔记上现有的非凡能力做一定的调整。他对探索原始岛屿的行动又多了不少信心。你打算什么时候租？福尔斯见立刻就有生意出现，遂欣喜的询问道：这周末到下周末之间租2天，具体时间有待确定。阿尔杰毫不犹豫的回应道。魔术师福尔斯顿时皱起了眉头，略显畏缩的开口道：这段时间已经租给世界先生了，租给世界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倒吊人阿尔杰略感愕然的望向青铜长桌最下方，他旋即有所明悟，认为是世界与魔术师刚才单独交流时达成的协议。为什么会达成这样的协议？魔术师小姐没必要先将出租神奇物品的事情告诉他啊。他们私下有过联络，有过别的交易。他们能有什么联络和交易？之前魔术师小姐委托人刺杀一位极光会的神使，世界接受了这个任务，而那位神使的特点是记录别人的非凡能力并使用一次，呵呵，这和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一致。这是世界已经成功了，魔术师小姐因此欠了他一笔债务。
未能全部解决，现在终于想到办法，用这种方式偿还。阿尔杰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可能，最终感觉自己找到了真相。众人没有任何听闻的时候，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就已轻松狩猎了一位极光会的神使，一次序列5的神使。这让倒吊人阿尔杰暗自心惊，因为他接下来就要与世界合作了。还好有愚者先生见证，作为眷者，格尔曼斯帕罗不会违背在神灵面前达成的协议。阿尔杰自我宽慰了2句，收回了望向世界的目光。与此同时，正义奥黛丽和隐者加德利亚也从世界先生与魔术师小姐发生过的一笔笔交易出发，想到了极光会的神使，想到了对方的非凡能力贴近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于是不分先后的猜测世界也许已经完成任务。租赁魔法书则是那笔交易的组成部分。月亮埃姆林没去想这些事情，将重点都放在了这周末和下周不能借。换句话说就是这周前面几天可以借，如果有这本旅行笔记帮助，那2个原始月亮的信徒将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威胁。埃姆林左右看了一眼，心里很急，表面却慢悠悠的说道：我租赁今天和明天，可以吗？400磅加多2页非凡能力。魔术师福尔斯直接报价道。月亮埃姆林轻轻点头道：你先大概介绍下已经记录有哪些非凡能力，如果他们对我来说没什么作用，我希望能够降低价格，因为我还得花费时间去记录魔术师福尔斯翻动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很模糊的做起了介绍。开门、黑幕、摔倒术、传送、雷击、漂浮、飞行、锋刃。怎么这么多风暴领域的非凡能力？这是世界用过了。从愚者先生那里记录了海神对应的非凡能力，等回到有教堂的地方，得调查下贝克兰德最近发生过哪些事情。那位神使应该不会毫无动静就死去。倒吊人阿尔杰一边听着，一边产生了探究的想法。第60章愚者的权柄。隐者同样从莱曼诺旅行笔记拥有的非凡能力联想到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联想到了愚者先生手里那根源于海神卡维图瓦的权杖。不知道可不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请愚者展示风暴和他本身领域的半神级能力，这比向摩斯苦修会求助好，那会让他们知道我有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先写信告诉女王，或许他会到未来号上展示能力。加德利亚越想越觉得那本魔法书有超乎所在层次的价值。非常遗憾，魔术师小姐只租不卖。听完介绍的月亮埃姆林则暗中舒了口气，因为闪电方面的非凡能力对人造吸血鬼有强大的杀伤力，当然对血族也一样。非常好，我还担心会不得不向太阳求助，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传递给他，请他展示进化方面的能力并记录。埃姆林的心情一下变得轻松，瞥了眼旁边的太阳戴里克，对魔术师福尔斯道：成交400磅加一些非凡能力的记录，相对他想完成的任务来说，实在不算什么。这样赚钱真快啊，而且还能拿非凡能力。福尔斯忽然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忙微笑说道：好的，聚会之后我就会请愚者先生转交给你。紧接着他侧头望向隐者加德利亚道。于是亚伯拉罕家族的直系后裔已经给了答复，你是想单独交流，还是让我直接说出来？隐者加德利亚想了想道。单独交流很快，其他人的感官全部被屏蔽。魔术师福尔斯转述起自己老师的话语，他们对门先生的事情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2点，不，3点。一是他们家族的先祖里有一位自称门先生的存在，二是这位先祖失踪于四皇之战，他们一直在努力的寻找他的下落，三是他们在满月和血月时都会听到能造成失控的呓语，另外他们暂时不想直接联系。第3点是福尔斯自己补充的，他希望隐者女士和他背后的神秘女王能借此更进一步的弄清楚门先生的事情，这样将有利于帮助亚伯拉罕家族摆脱被诅咒的命运。门先生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失踪于四皇之战，每到满月就会制造呓语。后面这点是愚者先生确认的，没有疑问。也就是说，虽然门先生失踪了，但他依旧依靠满月和血月时的呓语影响着有同样血脉的非凡者，以及使用了特定物品的生物，这表明他和现实世界并没有完全失去联系。大帝就是因此与他有了交集。禹王曾经说过，亚伯拉罕家族当初有成员在为大帝效劳。加德利亚隐约有了些猜测，微微点头道：如果还有问题，我会继续请你转告。我今天就会支付剩下的650磅，650磅加上月亮先生的400磅。我今天净赚1050磅，
再加上之前剩下的730磅，以及卖掉2处房产并支付世界先生报酬后可能剩下的1000多磅，我的存款将突破3000磅。这样一来，记录关另外一种主材料的钱就足够了，甚至还能有剩下。这一刻，福尔斯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有点富裕，这让他想着要不要帮修求购审讯者的非凡特性，弥补这位好友在 X 先生遇刺事件里被动承担的风险。等到感官屏蔽结束，福尔斯还未来得及开口，就听见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迪亚说道：我需要一件偷盗者途径的神奇物品，对应序列9和序列8的都可以。赢者加德利亚考虑了下道：我可以帮你问一问，不过偷盗者途径的物品出现的不多，可能会有溢价。没问题，克莱恩操纵世界回答道。他旋即又让这个傀儡看了眼刚富裕起来的魔术师小姐。我要出售一份审讯者的非凡特性，只用1000磅。正常来说，这种能作为主材料的序列7非凡特性价格应该在1200磅左右，但克莱恩现在有足足2份，且想着自己是利用修小姐参加的那个聚会，可能给他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稍微打了个折扣，只用1000磅，这是百货商店特价啊！可为什么世界先生知道我想要？对了，他是愚者先生的眷者，之前那份审讯者非凡特性就在他手上，而他也清楚我现在买得起。魔术师福尔斯愣了2秒，差点忘记回应。这个过程里，正义奥黛丽忍住了购物的冲动，因为他知道修需要这方面的事物。1000磅，审讯者的非凡特性。赢者加德利亚认真想了下世界有没有隐含的用意，然后就听见魔术师小姐开口道：成交，我还没开价呢。加德利亚在心里咕哝了一句，但表面却保持着沉默。他隐约看得出来，世界和魔术师在这件事情上有奇怪的默契，所以没有贸然插言。同样的，他也能察觉倒吊人这一周发生了好事，整个人比以往昂扬了一些，显得更有自信。他之前购买了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和主材料，又向我请教了哪里有不属于风暴教会的奥布尼斯海怪，这应该与仪式有关。他已经获得晋升了。赢者加德利亚忽然有了点危机感。作为名传五海的星之上将，他在塔罗会上其实一直有存在点心理方面的优越感，可最近一段时间来，先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展现出了能狩猎海盗将军的实力，接着倒吊人又成为了序列5，并且还是非常擅长海战的序列5，让他感觉自己不再有俯视他人的资格，心中豁然迸发出很久不存在的紧迫感。可是我前面是序列4，是灵性与神性的分界，哪有那么容易晋升？我准备了好几年，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加德利亚在心里叹了口气，望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主动询问道：那滴神话生物的血液有把握了吗？就等着你提这件事情。愚者克莱恩一边微笑旁观着交易，一边操纵世界嘶哑笑道：那位天使让我询问你，能付出什么代价让他给予一滴血液？他强调这必须让他满意。天使世界先生能直接联络一位天使，而且还能说服对方给出一滴血液。正义奥黛丽先是一惊，旋即思绪转动，侧头望向了青铜长桌最上手。他怀疑世界这位愚者先生眷者联络的是服侍愚者先生的天使。他和魔术师等人一样，之前只认为世界知道哪里有天使或天使遗骸的线索，没想到他是直接和天使对话。要知道，行走于地上的天使略等于7大教会的宗教首领了。果然，倒吊人阿尔杰无声叹息了一句，觉得自己上次的猜测被证实了。不愧是愚者先生的眷者。赢者加德利亚按捺住又惊又喜的情绪，沉吟了下道：不知道他是哪条途径的天使。假人世界环顾了一圈道：怪物，也就是命运途径的天使。难怪愚者先生的尊名里有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这句话。正义奥黛丽、太阳戴里克等人各有恍然，觉得自身的推断很符合实际情况和内在逻辑。他们的眼神和对他们思路的猜测让克莱恩有所触动，这才注意到相应的问题。他自己编造的尊名里有执掌好运的描述，并且成功指向了灰雾之上。命运途径的人能直接看见我的特殊，会不会与此有关？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主动示好并搭上关系，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因素？我的3段是尊名里，第1段是对本质的描述，第2段是对神谕的侧写，只有第3段涉及权柄，执掌好运。当然，愚者这个单词本身也可能包含一定的权柄。克莱恩突然觉得有必要再找机会和某位出生胎儿交流一下，不过他怀疑那只千纸鹤随时会破掉，
因为仅是擦拭原本内容的过程就相当危险。这个时候，隐者加德利亚开口了：“感谢你的帮助，我会认真考虑一下，争取尽快给你答复。”他打算趁机请教神秘女王，看什么条件能打动命运途径的天使。随着隐者和世界对话的结束，交易部分正式完毕，塔罗会成员们进入了自由交流环节。魔术师福尔斯想了想，望向月亮，埃姆林道：“提醒你2件事情，一是熟记每一页对应哪种能力，战斗的时候如果翻错页，使用错能力会非常危险。”月亮埃姆林顿时嗤笑了一声道：“我对我的智商很有信心。”魔术师福尔斯没再多说，转而提到，东区发生了一起涉及非凡者的严重事件，周围区域处于较为戒备的状态。你如果想在那里展开行动，最好多注意一点。埃姆林对这个情报相当重视，当即反问道：“你清楚是什么严重事件吗？”